在佛罗伦萨，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达文西的轶事。这位人类史上最接近神的天才，不仅留下了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也留下了一长串未完成的作品清单。他对世界抱有孩童般无尽的好奇，今天研究解剖，明天设计飞行器，后天又沉迷于水利工程。他的大脑如同一个永不枯竭的创想之源，但这份天才的馈赠也成了他最大的诅咒。他常常在接到委托，画出惊为天人的草图后，便失去了兴趣，转头去追逐下一个灵感。他会为了研究光影在不同布料上的细微差别，而将整个绘画项目搁置数月。他的赞助人对他又爱又恨，称他为永远在开始，却很少完成的大师。你是否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明明知道读完一本书会受益匪浅，却总忍不住去刷那些短小刺激的影片。清楚健身能彻底改善精神状态，却总能为自己的拖延找到完美的借口。计划好要学习一项新技能，却在打开教程的瞬间，被弹出的任何一条琐事吸引了全部心神。我们像极了那个500年前的达文西，脑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宏伟蓝图，却总在通往宏图的路上被路边的野花牵绊，最终一事无成。我们常常将此归咎于意志力薄弱，但真相或许远比这更深刻。我们与生俱来的最大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大脑。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大脑的底层作业系统，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被写下了2条雷打不动的铁律：第一，不惜一切代价节省能量；第二，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成长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消耗更多能量，意味着直面不确定性，而这三者恰恰与大脑的本能完全背道而驰。达文西的困境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困境，他那颗天才的大脑与我们这颗平凡的大脑遵循着同样古老的生存法则，而理解这场内在的斗争，是我们摆脱平庸、实现成长的唯一钥匙。大脑的第一铁律，那个懒惰的天才。想象一下，你的大脑是一位极其精明的能量会计师，他仅占体重的 2%， 却要消耗掉全身 20% 的能量，这是一笔极不划算的买卖。因此，这位会计师毕生的追求就是节能，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少的资源支出，做最多的事情。用我们常说的话讲，就是图省力。为了省力，大脑演化出了一种惊人的能力——预测。它像一个孜孜不倦的建模师，根据过往的经验，在内部搭建起一个世界的模型。当我们遇到任何新情况，大脑会立刻将其与模型进行比对，判断它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最终决定是敷衍了事，还是集中资源处理。这种省力的本能，解释了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不思进取。比如，我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给人贴标签？东北人能言善道，工程师不善言辞，销售人员外向开朗，这些刻板印象就是大脑为了快速理解陌生人而走的捷径。它粗暴、简化，甚至充满偏见，但它足够快，足够省力。再比如，为什么我们在处理多个任务时，效率会急剧下降？因为大脑负责专注力的区域前额叶皮层，像一部手机的 CPU，
持续运转需要消耗大量葡萄糖。所谓的多工处理，本质上是在不同任务间快速切换，每一次切换本身都是一次额外的能量消耗。这就像手机电量不足时，系统会自动关闭后台应用一样。当大脑感到疲惫，它便会主动走神，以节省电力。这就是达文西的痛苦根源。每一次产生新的灵感，对大脑来说都是一次愉悦的、低成本的刺激，而将一个灵感付诸实践，变成一幅完整的作品，则需要漫长的、枯燥的、高耗能的专注。他那颗懒惰的大脑本能地选择了前者，他不是缺乏毅力，而是他的大脑像我们所有人的大脑一样，天生就更偏爱那种不劳而获的快感。大脑的第二铁律，那个胆小的守卫，除了节能，大脑还有一个更核心的诉求，维持系统的稳定。在远古祖先的眼中，稳定意味着安全，而未知则与危险同义。这种对稳定的极度渴望，像一个忠诚但胆小的守卫，将我们牢牢地困在舒适圈这个安全的牢笼里。这位守卫主要通过3种方式来阻止我们冒险。首先，他极度厌恶不确定性。我们的祖先曾生活在一个充满未知恐惧的世界里，地震、洪水、饥荒，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天灾的规律，只能将其归因于神秘的力量。于是神话诞生了。神话的本质就是一种试图将未知转化为已知的努力。他们甚至发展出各种仪式，求雨、祈福、祭祀，这是在可知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可控。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遗传至今，演变成了我们无处不在的焦虑。听说公司要裁员，名单上会不会有我？下周就要上台演讲，我会不会搞砸了？今年的竞争这么激烈，我考研还有希望吗？当一件事有多种可能性，而我们无法确定哪一种会成真时，这种不确定性会像一个黑洞，疯狂吞噬我们大脑的资源，迫使我们去思考每种可能的坏结果以及应对措施。最终，我们往往因为害怕那个最坏的结果而选择了原地不动。其次，他绝不轻易承认错误。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坚信某个观点时，你会下意识地寻找所有支持你的证据，而自动忽略那些反对的声音。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证实偏见。当新信息与我们固有的观念产生冲突时，大脑会感到一种名为认知失调的强烈不适。为了消除这种不适，大脑会立刻启动一个名为合理化的防御机制。它会像一个最顶尖的律师，想尽办法扭曲、解读，甚至无视事实，只为证明我本来就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服一个人如此之难。你不是在与他的逻辑辩论，你是在挑战他大脑为了维持稳定而建立的整个防御体系。承认自己错了，对大脑来说，不亚于承认自己的世界模型是个豆腐渣工程，这会引发巨大的恐慌，所以他选择了固执。最后，他会极力维持现状不变。当我们的生活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后，大脑会对其产生适应性。一旦这种节奏被打破，它就会像一根被拉长的橡皮筋，始终有一个力把你往回拉，试图恢复原状。这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养成一个好习惯如此之难。
而改掉一个坏习惯更是难上加难。戒烟的人会在饭后压力大时本能地想点上一根，决心早起的人到了周末依然会在那个熟悉的晚起时间点与睡魔缠斗不休。这不是因为我们毅力不足，而是我们的大脑在忠实地执行它的命令，修复一切偏离基线的异常行为，让系统回归它所熟悉的稳定态。你想改变自己，就意味着你要与大脑这种强大的惯性做斗争，这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拉锯战。如何超越我们的本能？看到这里，你或许会感到一丝绝望。如果成长的阻力是我们大脑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岂不是注定要被困在平庸的循环里？不，理解这一切，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不努力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找到与我们本能合作的智慧。成长从来不是靠意志力去硬扛，而是用认知看透规律，用方法顺应规律。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消灭本能，但我们可以学会如何驾驭它。这需要我们从一个被本能支配的反应者，转变为一个引导本能的设计师。第一步，做注意力的设计师，而非消费者。既然大脑的注意力资源有限且易耗散，我们就不应被动地让它被外界的刺激所消费，而要主动地、有策略地进行分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单一任务处理，用西红柿工作法辅助，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用结构化的节奏代替大脑无序的游走，同时为生活建立固定流程，比如固定穿衣风格，提前规划食谱，将琐碎的决策自动化，为真正重要的事情省下宝贵的认知资源。第二步，做不确定性的舞者，而非恐惧者。大脑害怕未知，但所有成长都藏在未知里。我们可以主动让自己接触可控的不确定性，来提升对模糊的耐受度。每周去一家没去过的餐厅，每月学一个无用却有趣的小技能，每年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在面对重大决策时，学会小步试错。想转行，先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兼职；想写作，先从每天100字开始，用真实的小范围的体验来驱散大脑对未知的巨大恐惧。第三步，做内心故事的作者，而非读者。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当我们认为能力是天生的，固定型思维，失败就成了对自我的宣判。大脑为了维护一致性，会让我们回避一切挑战。但当我们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提升，成长型思维，失败就成了一个宝贵的数据点，是改进的机会。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改写自己的内心独白，将我不行替换为我还没做到，将这件事错了替换为从这件事中我能学到什么。这种心态的转变能奇迹般地化解大脑的固执。第四步，做行为改变的园丁，而非建筑师。改变习惯不能像盖房子一样指望一蹴而就，那样剧烈的变化必然会触发大脑最强烈的抵抗。我们要做一个有耐心的园丁，用微习惯的策略进行缓慢的日复一日的微调。想运动，就从每天一个俯卧撑开始；想阅读，就从每天读一页书开始。这些微小的行动，小到不可能失败，不会惊动那个胆小的守卫，
但正是这些微小的善意，会像水滴石穿一样，慢慢地、温柔地改变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版图。达文西终其一生，都在与他那颗天才而懒惰的大脑搏斗。他留下的许多未完成品，是他被本能俘获的证明，而那些不朽的杰作，则是他超越本能的凯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里的达文西，我们的内心永远上演着一场关于创造与懈怠、突破与守旧的战争。当你明白，所有阻碍你成长的行为，都源于大脑那古老而善良的本能时，你就掌握了那把最终的钥匙。那把钥匙，不是用来对抗本能的武器，而是用来开启与自我和解、共同进化的智慧之门。成长的最高境界，不是战胜本能，而是终能超越本能。